Subaru Legacy。哦呦，美哦这辆。欢迎回来我的 Part 2影片。如果你们还没看我上一集的 Walk Around， 还有0到100的试驾的话呢，请你看我上一个 Part 1，了解更多。到了这个山脚啊，我还剩下43%的电量。我用的 Force 模式啊，因为让它可以基本上能够充电就充电。OK，Smart 的意思就是它会自行的切换呐。今天我就跟 BYD 电车。那我也算是一个电车嘛，只是有这个多了一个引擎可以充电嘛，它就是 Full EV IMPHEV。这台车电动马达跟这个引擎的混合底下，可以实现347个horsepower， 还有525个牛顿米的扭力哈。那这一个19寸的轮胎 Hankook 的 PS31的轮胎，没有什么花纹了，因为这辆车的里数大概要3万公里啊，差不多3万公里，所以这辆车重量比汽油版来的更高。更加重，所以它的轮胎消耗也会比一般的汽油车来的消耗高一点。所以这辆车的轮胎哦，我看到它的胎壁旁边呢，差不多都消耗788了。哇，前轮一直抓不住哦。真的是有哦，现在 combine 的情况下有500个牛顿米，我是相信啊，没有500都有400啊。电能回收把它调到去 high， 所以当我一松开油门的时候呢，它那个电能回收的情况也比较高，所以呀，实现了帮我轻微的那种刹车那种感觉。Is that M5? M5 V10. M5, bro. F1 zoning wey, V10 wey.
踩 brake 吓到我。哇，这个 M5，我梦想之一啊！没有，其实有这个机会驾到它哦。Damn， lorry 个 lorry 有够力哦，有点危险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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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你了，好嗨啊！Pickup 真的是可以和 M5 来哦，是吧？这个轮胎没有什么花了的。挺不错。还有29%的电。对啊，这个 Force Mode 就是代表它会尽量的把这个引擎打着来充电，然后现在当我踩完的情况下，它还是油跟电一起混合的啦。哎，你的 signal 打左边，然后你要去哪里嘞，美女？吓到我！哇，塞哦 ，damn！ 塞。没有问题的，载一下大小上山有力了，不怕没力。操控还不错，前面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，底盘不会调教的太软，反而它是跟 Chery Tiggo 7 Pro 共用同个底盘嘛，所以之前有加过节气的汽油版，我都有讲过它的底盘的调教不会太过软，有一点少许的硬朗，所以呀对操控来讲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我的油门现在没有踩完哦，感觉到还是用电的哦，还足够电让我可以用电。现在剩下25%呀，等下我下山就去充电啦，可以不用一滴油了的。哇 ，Subaru Legacy， 哦呦，美哦这辆。
剩下22%的电。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动力啊，真的，因为它的电很少了，然后加上引擎一直要供电给它，然后引擎要发力给我，所以它的动力就很大的下降。但是你如果不要激烈驾驶的话，其实很够上山没有问题耶，真的是没有问题的。只是我们如果踩到弯油会有很明显的那种感觉啦，就不够油了，不够电了。17%，还会再跌。我第一次看它掉到这么少哎，因为通常我们在市区驾驶都在最少的是20吧哦，它不会再跌了。16%。Interesting， 人家是不够油上山，我是不够电上山。OK 啦，这辆捷酷的 J7 PHEV 有力嘞，有力一点嘞，很够用嘞。我上山，你看它现在一直在用引擎的话，很足够力让我推，而且它的 Ready Standby 动力传输给我，不用等，没有这样累。好像 CVT 啊，声音是。哎呦，拿着电话这样子上山了，有没有搞错？12%，这是我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它跌到这么低啊！ OK， 好吧。That's good。现在尽量让这个引擎冲回那个电吧。现在11%，我感觉这个捷酷的 J7 PHEV 哦，动力真的是比较有力啦。毕竟还是一个 plug-in hybrid，它的价格呢是158,800，它足足比 GWM 的
Harbour H6，然后贵了大概有20千多，这个动力 reasonable 啦 ，handling 肯定不用讲咯。虽然这个没有 all-wheel drive， 还是挺好驾的，因为它的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底盘下面，它的电池会比汽油版重。因为我之前驾过 all-wheel drive 1.6 turbo 的上山 ，all-wheel drive 有它的好啦，过弯的时候它会帮我就是后轮抓地一下。当然，就是需要你踩大油的情况下，过弯的时候它才会实现这个后轮驱动。然后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驾也没有什么会用到 all-wheel drive 啦，它都是比较多于前驱。所以你说问我 all-wheel drive 重不重要，其实看你个人有没有去 off-road。PHEV 呢是比较多于城市驾驶啊，像我这样子，这几天的相处下来啊。真的是我走了370多公里，我才用了1/4的油，然后昨天才第一次去充电，看一下它能够充多少钱，然后就从23%充到90%，充了14点多 kWh， 用了20多块，而且是算贵的，因为我充的是180 kW 的，这辆车最高支持40 kW，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 wallbox 的话呢，来充电会更加的省啊。14%，我觉得停这车充电比较慢，反而在行驶中会很快。捷酷 J7 PHEV， 我从4月份等车等到现在，终于媒体试驾车让我驾了，所以它又给马来西亚人多了一个选择性。PHEV 很适合我们在城市驾驶，然后高速公路其实也没有问题的。基本上你走高速公路，它也不会耗油到哪里去。当然你不要一直在地板油啦，肯定会很耗油。基本上你维持在140 km/h 左右，它很舒服的车，真的很舒服。隔音也不错，多亏它双层玻璃。捷酷的 J7 PHEV 在我的评价来说是相当高的，虽然空间呢没有比它竞争对手的 Harbour H6 大，但是它的款式呢就很多人会喜欢。可是我发现到很少人会买 PHEV， 马来西亚人还是很怕，所以这辆车有7年的warranty，160千的公里数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试这台车，想要买这台车，不妨可以找我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